Hello， Hello，这集要跟大家聊聊，到底有没有抓交替这回事？有吗？抓交替，抓交替，对，好可怕啊！抓交替是什么意思？就被鬼抓去，抓去种，抓去，给他去警，被鬼抓去替换就对了。哇，如果只是有这种事也蛮可怕的。对啊。那我们出门不是要很小心？抓交替。其实它整个观察下来我曾经就是去过一些所谓常出现车祸的点。我也想了解一下抓交替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所以我实际去观察过，感应过，然后去了解看看，抓交替有这回事吗？那结果嘞？结果它有这样的现象，但是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不是什么上一个鬼，然后死掉，然后变成鬼，然后在那里等着人，然后来抓他，抓到他之后，然后自己就解脱了，然后就去投胎了，然后就换下一个这样。再抓别人这样，就一直循环这样，一直轮回，抓来抓去这样。它其实不是这样子，它是因为那个地方比如说车祸，拿车祸来讲好了，它一个容易发生车祸的点，那是的确是在物理现象上一个急速的过弯或什么，本来就容易发生车祸。那在那个点出了事情之后，只要出过2、3次之后，它慢慢就会形成一种场，它那个场就是形成一种容易在那里发生车祸的场。那经过那里。就容易发生车祸，就是这样子。那不是什么抓交替，这是车祸的现象。它会形成一个容易发生车祸场。那溺水也是一样的，就是有人去游泳啊，在某一个区域，然后就很容易，然后就淹死。淹死之后，然后一段时间之后又有人在那里淹死，然后不断有人在那里淹死，然后就觉得好像是要抓交替这样。一个抓到另外一个之后，然后才能去投胎。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它是形成了一个容易死亡的场。可是，那为什么会有些人说，我去玩水，结果感觉有水鬼抓我，遇到水鬼抓我，差点死掉那种情况又是什么？水鬼抓其实它是一种现象，就是的确可能会有人淹死在那里。那淹死在那里，它会形成一股怨念，然后有人来，然后他可能会想说，要发泄他的怨念，或者想到说，想去抓一个人的那种感觉，其实他不是为了要轮回或什么，那其实他抓到一个人，那个人死掉之类的，他也不会因为这样就可以投胎，不是这样子。所以如果真的有鬼在抓，那只是他故意的，就是。其实大部分都不是真的啦，都不是真的有什么鬼在那里抓人什么的，而是在那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容易发生事情的场，容易出事的场。然后大家到那里就会心里毛毛的，然后游泳游一游，然后就觉得是不是有人在抓他之类的，搞不好他脚碰到海草啊什么，然后他就觉得我刚刚有人抓我，就会形成一种感觉。那但是对于自杀的人来说，也会有一种现象啊，就是自杀的人他也会有一种很深的怨念，因为他因为某一种事情很怨恨，他才会去自杀。能够有勇气自杀的人，绝对已经他的怨念就超过了他的痛苦啊什么，所以他才敢下得了手。那这种情况下，他的怨念很强。在这种怨念很强的情况下死掉的人他往往离不开那个他在那个怨念最深最强的一个点，就是他死亡要自杀的那个点。他离不开那个点，然后他就会显化不断重复原来的事情，自杀的那个过程，然后就会自杀，他离不开那个自杀的情况，就不断发生这样，不断重复，然后在那里就会也是会形成一个死亡容易发生的场，然后当下一个人，他也是一个想自杀的人，那个场他会吸引想自杀的人在那里自杀。那如果自杀成功了之后，然后不是就抓了交替什么，是前面那个人他一直离不开那个怨念，然后他看到有人跟自己一样，然后因为很怨恨某种事情，然后在那里自杀死掉，他看到之后反而会有一种安慰，就觉得被安慰到了，有人跟我一样，我不是唯一最惨的。这时候他心里面在那个怨念那个点会被打断，然后打断了之后他有点释放之后他就进入另外一个轮回的状态，然后就走了。那所以的确有可能是遇到下一个人，同样在那里自杀之后，前面那个就离开了。那这种情况会觉得是一种抓交替，那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运作机制，是他在那个点他释放了那个中断了他那个怨恨，那所以就离开了这样子。那我朋友那个故事大概是这样子，就是他租房子，他租了一间房子很便宜，然后他就想说，租房子很便宜，那一定
那很棒啊，嗯然后他就眼不没觉得怎样住进去了，住进去之后一段时间，然后就发现，哎，奇怪，晚上怎么会他的房间都会有一种叩叩叩的声音，每天到晚上12点以后，然后都会有一种叩叩叩的声音，然后就空，不只是叩叩叩，是好像有东西撞到的那种声音，空空空这样，那他就都不管他，这个吗？比这个还大声，有点像这样。好大声哦！就像这种声音，这么大声，这么大声，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晚上都会发生这种事，都有这种声音在窗户外面。他起初想说啊，不管他，看看，果然不管他一段时间之后啊，声音就没了，然后他就睡觉了。但是每天这样子吵啊，就觉得很不舒服啊，总要看个究竟啊。然后就有一天，他就打开那个窗户这样看，但他一打开窗户的时候，就没声音了。然后他把那个窗帘啊，不是窗户，窗帘关起来，过一下又空空空，然后他又去打开，又没声音，然后也是一样，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就没声音，然后就睡觉。每次他去打开都没有声音，都没有事情，也没有声音，没看到什么，就非常奇怪。然后但是有一天，发生事情了。发生什么事情？在某一天哦，他想说不行，今天我一定要探个究竟。他一样那个声音哦，他就守在那个窗户旁边。然后一听到那个空空空的声音来哦，第一个瞬间最快的时间0.1秒时间，他就把那个窗帘一拉开，哇，看到可怕的事情。什么可怕的事情？看到一个头就这样撞那个窗户，一个头，空是头，是头，那撞了窗户，空。天然后看到一个头这样就没有下半身，只有一个头撞那个窗户，他吓死了。然后然后就赶快把它关起来。然后后来声音没了。他就虽然吓得半死，他想说应该是不是没事，他就偷偷拉开一点看。他敢看哦。就人的好奇心哦，比那个恐惧还强大这样。我直接跑出去。然后就看，果然没有了。隔天哦，他就受不了，赶快去问那个房东说，你的那个房子哦。一连串的都有怪事这样子，怎么会这样子呢？每天晚上都有人空这样敲。结果我某一天打开了拉开了，结果发现一个头在那里。然后撞那个窗户这样。然后那个房东就说，之前有一个人在这里，就是从楼上跳下来自杀。但是他自杀的时候啊，因为中间不知道有铁片还是怎么样，他头就弄到那个铁片还是怎样，那。就断掉了，也不知道为什么那铁片那么利，然后那头就断掉。断掉之后，那个头掉下来，然后就卡到一个电线，有点像可能第4台的线还是什么线这样。卡到那个线之后啊，然后就被卡住之后，就去撞到那个窗户这样，空这样，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天哪，怎么那么刚好？这个是他发生的亲身经历啊，所以是真实故事，没有不是传说，不是都市传说，是真实的事情。那恐怖哦。这个事情就证明说，人死后啊，如果那个怨念没消失，就一直循环在那里的状态，一直重复他自杀的过程，直到他这个怨念被消化了，或者有一个干扰他的一个念头，让他转换了这个念，然后他才能够离开这样，就是这样，所以其实抓交替并不是真的抓交替，而是产生了一个场，然后就会重复。一直会有人在那里死亡这样，那自杀这种的话，就是因为他的怨念一直不灭，然后就会一直循环自杀的那个过程。OK， 好，我们分享完了，大家拜拜，拜拜。